我娘每晚都要跑到村裡，第二天匆匆忙忙地回来。我爹察觉異樣後，尾隨我娘到了村裡，不料竟看到她站在人堆裡大碗喝酒。妹子，听我的，準沒錯。我娘覺得每晚夜夜笙歌才能懷上孩子，我爹覺得這都是謠言，於是抬起手給每個人的臉上送上溫柔的撫摸。誰知不甘心的村民咒罵我娘會生出個沒有靈根的廢物。果然，在18歲的覺醒儀式，我被測出沒有靈根。我將手貼上測試時，石頭黯淡無光。勿念冤，無靈根。長老面無表情，高聲宣布：戰神血脈又如何？還不是生出個廢物！我抬頭看向高堂，大伯蘇振邦正悠哉品茶，不屑看我一眼。蘇家不養前人，断了他的月入，去柴房幹活。一旁的蘇老夫人滿眼厭惡，带下去，簡直辱沒我蘇家門楣。自父母戰死沙場後，我在這裡連下人都不如，堂上無一人在意。我曾是昔日武將蘇戰之女，我頂着嘲笑退出正廳，門外正下着暴雨。經過假山時，我迎面撞上一行人，杀了你的狗眼！二姐蘇明月嫌恶的一揮衣袖，一股靈力撲面而來，我身子一輕，跌坐在地。她面容扭曲，啐了一口：你个连灵根都没有的丧门星，还真以為自己是什麼狗屁戰神的血脈？你那死鬼爹娘當年非要逞英雄去邊境送死，連個全屍都沒留下，簡直是100年來最大的笑話。聽聞此言，我渾身一震，猛地攥緊雙拳。你羞辱我可以，不許侮辱我爹娘！還敢頂嘴！嫡長子蘇明軒冷笑一聲，地級火靈根的威壓毫無保留地釋放，像大山般將我壓迫在地。你爹那個蠢貨，空有一身修為卻不知變通，他留給家族的只有麻煩，連他生下來的種也是個千年難遇的廢靈體。你爹娘是蘇家的罪人，你也是蘇家的一條狗，收起你那可憐的傲骨，這輩子你都只能替你那2個短命的爹娘贖罪。劇痛從全身傳來，口中竟是鐵鏽尾，但我死咬嘴唇，沒發出一聲求饒。哼，骨頭倒是硬。蘇明軒嫌惡地甩手。來人，把這喪門星丟出去！幾名家僕如狼似虎地將我架起，粗暴地扔出門檻。我順着台階滾入冰冷的巷口，暴雨如注，帶走我僅存的溫度，視線逐漸模糊，生機不斷抽離。就在這時，巷口陰影裡亮起幾雙憂慮的眼睛，是流竄的惡狼，他們呲着獠牙向我逼近。就在絕望將我淹沒、意識渙散之際，腦海中突然閃過父母的臉，他們那樣強大，怎會輕易隕落？蘇振邦對這死因諱莫如深，連提都不讓人提起，這裡面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我絕不能死，我要活下去，我一定要查清真相。那些踐踏我的人還沒付出代價，我怎能甘心就這麼死在畜生嘴裡？在惡狼撲上的瞬間，我殘破的身體裡突然爆發出神聖的威壓，惡狼被這股力量震退，仿佛遇到天敵發出嗚咽，夾着尾巴落荒而逃。我活下來了，連番的重創與靈力的透支讓我暈死在暴雨中。等我再次被喚醒時，已經回到漏風的柴房。小姐，你醒醒！母親留下的舊譜春桃見我氣息微弱，發着高燒，哭着將我拖上乾草堆，徹夜用冷水為我降溫。不知過了多久，高燒退去，取而代之的是前所未有的輕盈。我睜開眼，指尖上五色微光同時浮現，交織出古老神秘的本源氣息。我曾在古籍上看過記載，這就是傳說中的天級混沌靈根。我注視着自己的雙手，那五色微光隱沒於肌膚之下，但血脈中的力量感卻無比真實。小姐，你這是覺醒靈根了！春桃聲音顫抖，難言喜悅。我對着春桃做了一個謹慎的手勢，聽着，就當剛才什麼都沒發生。我依然是那個沒有靈根的廢靈體。蘇家若是知道我覺醒了如此逆天的靈根，只會將我當成攀附的籌碼。在查清我爹娘的死因之前，這是我們唯一的底牌。春桃似懂非懂的點頭。接下來的幾天，我開始了蟄伏。白天我依舊是那個任人冷眼的庶女，幹着柴房裡最粗重的活計。但每當夜深人靜，我便在乾草堆上暗中修煉，五行靈力在我的經脈中自成循環，木靈力的生機與水靈力的綿長交織在一起。我被毆打留下的暗傷，竟在短短數日內消弭於無形。然而蘇家那些人顯然不打算讓我有片刻安生。這天晌午，春桃好不容易從廚房討來半碗冷掉的清粥和2個乾癟的饅頭，她剛端進柴房，還沒來得及遞給我，那搖搖欲墜的木門便被一腳踹開。蘇敏月滿臉嫌惡地走進來，隨手揮出一道掌風，將春桃先退半步，清粥饅頭瞬間滾落泥地。一個連靈根都沒有的廢物，
也配浪費蘇家的糧食？看着地上被糟蹋的食物和春桃紅腫的手腕，一股怒火直冲我的天灵蓋。几乎是下意識的，我体内的木灵力暴动，一股青绿色气浪爆发，直挺挺地撞在苏明月的胸口。他被这股力量生生震飞出去，重摔在门外的泥地里。他满脸不可置信。你用了什么妖术？苏明月爬起来，看我的眼神仿佛见鬼。糟了，一时冲动。为防混沌灵根暴露，我的大腦飞速運轉，隨即跌坐在草堆裡，假裝慌亂的模樣。二姐，我不知道怎麼回事，剛才好像刮了一陣怪風，真的不關我事。看着我這廢物模樣，蘇明月氣急敗壞地跑了。我知道這件事絕不可能就這麼糊弄過去。果不其然，不到半個時辰，柴房周遭的空氣變得無比焦灼。是蘇明軒來了，他釋放着火靈根的威壓，負手踏入柴房。蘇明月躲在他身後，指着我尖叫：“大哥，他身上肯定藏了什麼邪祟法寶！”蘇明軒沒有說話，只是用冰冷的目光鎖定我，猛地一揮手，熾熱無比的整力呼嘯而來。我被這股氣浪掀翻。蘇明軒走到我面前，居高臨下的俯視着我。聽說你能弄出怪風傷人，一個連測試時都點不亮的廢物，身上若是沒有藏着什麼不可告人的東西，怎麼可能震退地級領袖？趕緊把藏起來的法寶交出來。我沒有法寶。我艱難地從地上撐起半個身子，大口喘息着。還不說實話。蘇明軒眼中閃過暴戾，他冷哼一聲，雙指並攏點在我的眉心，一股神識刺入我的經脈中。他在探查我的身體，那一瞬間，我體內的混沌靈根感受到了外來力量的入侵，本能的想要反撲，只要他們反擊，這股神識就會被瞬間絞殺。可若是如此，我就徹底暴露了，屆時整個蘇家的高手都會傾巢出動來圍剿我。我還沒有對抗整個家族的底蘊，也不可能再有機會靠近書閣，查閱當年出征的卷宗。我父母戰死的真相就會永遠被掩埋。我將體內的五行靈力鎖在丹田的最深處，放開了所有的防禦，任由蘇明軒的靈力在我的經脈中肆虐灼燒。那是經脈被烈火寸寸炙烤，比肉體上要痛苦千百倍。我的身體不受控制地痙攣着，冷汗浸透衣衫。蘇明軒的神識在我體內游走了幾圈，發現我經脈細弱如絲，連一絲雜靈力都沒有。他一無所獲，最終嫌惡地收回了手。我像一灘爛泥一樣軟倒在地上。大哥，找到了沒有？他是不是把東西吞進肚子裡了？蘇明月依然不甘心。夠了。蘇明軒用絲帕擦了擦手，隨手將絲帕扔在了我的臉上。經脈枯竭，竅穴死鎖，他體內連儲存靈氣的空間都沒有，是個徹頭徹尾的廢物。法寶若是在他身上，也發揮不出一絲效果。至於你說的怪風，怕是你自己踩了爛泥滑倒找的借口吧？別再把時間浪費在這廢物身上。走吧。蘇明軒帶着蘇明月揚長而去，柴房裡再次恢復死寂。春桃哭着撲上來，想要扶起我，卻不知從何下手。那鑽心的痛楚和屈辱刻印在我的靈魂深處。你們今日加諸於我的一切屈辱與痛楚，來日我蘇孽緣必將讓你們血債血償。夜色降臨，我知道僅憑自己每晚在柴房裡摸索，想要攢出足夠對抗整個蘇家的力量，實在太慢了。我必須主動出擊，尋找更純粹的本源靈力。青雲山是距離邊城最近的靈脈匯聚之地，趁着月黑風高，我悄然翻出蘇家高聳的院牆，在陡峭的山林間快速穿梭。就在我敏銳地捕捉到一絲清純的木屑靈氣，準備靠近時，腳下的泥土突然泛起一陣奇異的波紋。糟糕，是靈陣陷阱！幾道由純粹靈力凝聚而成的無形枷鎖，瞬間從地下竄出，死死鎖住了我的雙腳。我渾身肌肉瞬間緊繃，體內五行靈力瘋狂流轉，做好了殊死一搏的準備。小丫頭，大半夜的在這深山老林裡亂竄，膽子倒是不小。我猛地抬起頭，只見一位褐髮童顏的飲食老者正盤膝坐在一塊巨石上，他周身沒有一絲靈力外泄，卻仿佛與整座大山融為一體。他緩緩睜開眼，目光如炬，竟在一瞬間看透了我拼命壓制的偽裝。五行相生，生生不息，竟然是傳說中早已絕跡的天級混沌靈根。我心中大駭，指尖已經捏住了今夕靈力的鋒芒，老者卻哈哈大笑起來，隨手一揮，解開了我腳下的陣法。別緊張，老朽墨塵子對你這女娃娃沒惡意。老夫已經很多年沒見過這麼好的苗子，更難得的是你眼底那股不屈的狠勁兒，相見即是緣。這株天級凝元草便當作見面禮吧。一株散發着瑩瑩綠光的靈草落在我的掌心，我深深地看了它一眼，感受到它眼底的純粹。我毫不猶豫，盤膝坐下，一口將其吞服。剎那間，磅礴的藥力在四肢百骸炸開，混沌靈根仿佛久旱逢甘霖，吞噬着這股精純的力量。前幾日蘇明軒留在我經脈深處的火毒殘餘，在這股龐大的生機面前如同冰雪消融。短短半個時辰，我的修為壁壘轟然破碎，實力成倍暴漲，
甚至隱隱觸摸到空間法則的邊緣，能夠做到極短距離的瞬移。多謝前輩賜藥護法。我睜開眼，感激地行了一禮。墨尘子輕撫雪白長鬚，眼中滿是讚賞。短短半個時辰便能破繭重生，好霸道的悟性。不過你周身气息雖穩，心潮卻依舊翻騰。可是俗世中還有什麼掛念？被前輩一語道破，我眼中閃過一絲焦急，抱拳道：前輩慧眼，晚輩家中尚有要事，放心不下，必須立刻趕回。今日大恩銘記於心，来日若有機會，定當结草銜環以報。墨尘子撫着雪白的鬍鬚，並沒有阻攔。塵缘未斷，強留也難安。去吧，且去了結這段因果。我對着前輩深鞠一躬，隨即轉身躍入無邊夜色。爹娘，你們再等等我，還有春桃，我馬上就回来了。我滿懷希望，轉身飛速趕回蘇家。然而當我趁着破曉翻回蘇家後院時，迎接我的卻是一片死寂。柴房的門大開着，原本就破敗的家被砸得稀爛，春桃不見了。一股強烈的不祥預感瞬間攥緊了我的心臟，我瘋了一般衝向蘇家的正廳，還未踏入大門，地級土灵根威壓便如大山般压迫而來。正廳中央，蘇明月正滿臉得意地把玩着一條長鞭，而高堂之上，家主蘇振邦端坐其位，面容冷酷如霜。在他們面前的半空中，春桃被几道土灵力巨手悬空吊起，她憋得青紫，身體剧烈掙扎着，生命的气息正飛速流逝。你終於捨得回來了。蘇明月看到我，嘴角勾起一抹冷笑：你的好丫鬟膽子可真大，我們在她的床鋪下搜出了他與境外邪修通敵的密信。通敵這兩個字如同一記重錘，狠狠砸在我的腦海裡。父母當年正是為了阻擊境外邪修而戰死沙場，屍骨無存，那是整個蘇家最敏感、最不容觸碰的禁忌。蘇明月不只要陷害春桃，他還要借着這個惡毒的罪名，將我們主僕釘死在恥辱柱上，以我父母用命換來的功勳來羞辱我。放開他！他一個沒有靈根的凡人，連蘇家大門都出不去，怎麼可能通敵？我想要衝上前，卻被兩旁護衛按在原地。蘇振邦冷漠地俯視着我：物證在此，容不得你狡辯。既然他不肯招認是誰指使的，那就用蘇家家法将他神魂碾碎，以儆效尤。话音刚落，蘇振邦的手指微微一收，半空中的巨手瞬間收緊。春桃發出一聲微弱的悲鳴，我的心臟仿佛停止了跳動。只要我出手，天機靈根一旦暴露，苦心經營的偽裝將徹底灰飛煙滅，父母的沉冤昭雪也將遙遙無期。我死死地咬緊牙關，拼命壓制着暴走的靈力。就在這時，半空中的春桃艱難轉過頭，她那雙滿含柔光的眼睛看向我，沒有對死亡的恐懼，沒有怪我為什麼不救她，她只是緩緩開口：小姐，活下去。我腦海中那根緊繃的弦徹底斷裂。我腦海中那根緊繃的弦徹底斷裂。一聲怒吼從我喉嚨深處炸裂而出，就在春桃即將咽下最後一口氣的那個瞬間，我不再有任何保留。屬於天級混沌靈根的恐怖力量如同一座沉睡千年的火山，在這一刻迎來了噴發。五行本源光柱從我體內衝天而起，掀翻了正廳的琉璃頂。這五股力量相互交織，化作一股令天地變色的靈壓，以我為中心向四面八方席捲而去。大廳內按着我的精銳護衛，在這股力量面前，如同狂風中的螻蟻，連慘叫都沒來得及發出，便被通通掀飛了出去，重重地撞在牆上，昏死過去。正廳中央那塊代表着蘇家百年底蘊，用來測試族人天賦的玄武岩測試石，在這股天階靈壓衝擊下，竟發出一聲悲鳴，瞬間炸裂成漫天齑粉。這是什麼力量？蘇明月嚇得雙腿一軟，跌坐在地，原本得意的臉龐慘白如紙，眼中滿是見鬼般的驚恐。高堂之上的蘇振邦也猛地起身，引以為傲的地級土系威壓在我的光芒下黯然失色。我宛如一尊浴火重生的殺神，踏着漫天金光，一步步走向大廳中央。我緩緩抬起手，五行靈力在掌心化作一柄光刃，只輕輕一揮，那土巨手便被切得粉碎。我穩穩地接住墜落的春桃，清純的木靈力源源不斷湧入她的體內，強行修補着她受損的經脈，將她從鬼門關前硬生生拉了回來。隨後，我緩緩轉過頭，金色的眼眸中燃燒着執念與殺意，冰冷的目光直視高堂之上那滿臉震撼的蘇家家主蘇振邦。今日誰敢動他一根頭髮，我蘇念淵便滅了他！我一字一頓，震盪着整個蘇家。正廳的塵埃緩緩落定，破碎的琉璃瓦折射出冰冷幽光。我抱着氣息平穩的春桃，冷視高堂之上的蘇振邦。天階靈壓盤旋大廳，壓得眾人喘不過氣。令人作嘔的一幕出現了，蘇振邦此刻竟堆起討好的笑容，他激動的大步走下，
看都不看攤坐的蘇明月。沒想到我蘇家竟出了一位天階天才，淵兒，你瞞得大伯好苦啊！他18年未曾正眼看我，如今卻叫得如此親熱。我連起靈壓，冷冷道：大伯言重，我若不瞞着，只怕活不到今天。现在春桃可以跟我走了嗎？大人，蘇振邦滿臉堆笑。快，請三小姐去靈氣最盛的揽月閣，最好的丹藥全給春桃送去。從今往後，三小姐的待遇在嫡長子之上。角落裡的蘇明軒猛地抬頭，眼底閃過怨毒與嫉妒，卻死咬着牙沒敢出聲。為了查清真相，我沒有拒絕。當晚搬入揽月閣後，我安頓好春桃，便握着代表核心子弟的白玉令牌融入夜色。我的目標是蘇家防守最嚴密的禁地書閣。借着玉牌與混沌靈根的隱匿，我悄無聲息避開暗衛，潛入存放絕密卷宗的最高層，在堆積如山的玉簡中瘋狂翻找，終於在暗閣裡發現一枚布滿灰塵的玄色玉簡。邊防絕密蘇站出征路，我顫抖着探入神識，冰冷的文字浮現腦海。10年前邊境大亂，父親蘇戰率精銳阻擊邪修與黑風寨，敵軍勢大，蘇戰連發3道加急靈符求援。家主蘇振邦以靈州修繕為由，壓下信令，大軍按兵不動。5日後，蘇戰夫婦靈力耗盡，被黑風寨與邪修圍剿於絕命谷，手中的玉簡被我捏得粉碎。父母在絕命谷苦戰5天5夜，等來的卻是親大哥蓄謀已久的背叛。這根本不是戰死，而是一場謀殺。黑風寨在其中又扮演了什麼角色？我死死捂住嘴，任由眼淚砸在木地板上。蘇振邦，你該死！清理完现場，回到揽月閣，我徹夜未眠，用混沌靈力一遍遍沖刷經脈，將焚毀一切的恨意壓制成最冰冷的殺機。接下來的日子，蘇振邦每日送來珍稀資源，試圖拉攏我，我照單全收，裝出順從模樣麻痹他。但我知道暗流早已洶湧，最先按捺不住的是蘇明軒。自展露天階靈根後，他這個嫡長子徹底淪為邊緣人，資源全被剝奪，這對心胸狹隘的他而言比死還難受。這天深夜，我正閉目吐納，混沌靈根龐大的感知力籠罩着揽月閣，突然空氣中傳來2道刻意隱藏的陰損殺機。我沒睜眼，體內5行靈力卻瞬間緊繃，2名鬼魅般的刺客穿透窗戶落在床前，皆是玄級巔峰，他們凝聚奪命鋒芒，直取我命門。找死！我猛然睜眼，連指尖都未曾抬起，刺客的攻擊狠狠撞在我周身的無形罡氣上，連一絲漣漪都未驚起，便瞬間潰散成虛無。2名刺客大駭，身肢踢到鐵板，當機立斷想要退走。既然來了，那就留下吧。我食指猛地收攏，厚重的土系靈力化作無形巨手，將2人死死按在地上，山岳般的威壓壓得他們骨骼作響，動彈不得。我捕捉到他们靈力中的驳雜氣息，不是蘇家人。誰派你們來的？刺客咬緊牙關，試圖引爆靈力資金。想死沒那麼容易。我打入2道木系靈力，強行封鎖其經脈，緊接着神識化作無形尖針，刺入他們識海，直擊靈魂的拷問比肉體折磨痛苦100倍。刺客劇烈痙攣，發出壓抑慘叫。誰派你們來的？我聲音冰冷。是大少爺蘇明軒。右側刺客精神崩潰，拿出重金賣你的命。蘇明軒買兇在我意料中，但我更關心那陰損氣息，掠奪靈根提升實力。我死死盯着他們，想起卷宗裡的描述。你們是黑風寨的人？2人驚恐地瞪大眼。我們是黑風寨暗莊。左側刺客顫抖道：大少爺不僅給錢，還答應事成後將你的天階靈根交給我們寨主吞噬。黑風寨當年導致我父母戰死的線索終於出現了。10年前絕命谷一戰，黑風寨到底扮演了什麼角色？我們不知道，10年前的事只有寨主和蘇家主知曉。眼看他們識海即將崩潰，我手中混沌靈力猛地一吐，刺客經脈寸斷，靈根盡毀，癱軟倒地失去聲息。我嫌惡地擦了擦手。蘇明軒，你真是送了份大禮。既然你主動把黑風寨牽扯進來，我便順藤摸瓜，將你們和那些骯髒交易連根拔起。復仇拼圖終於補上最關鍵的一塊，這筆血債是時候算了。清晨，蘇家奢華的正廳被巨響打破寧靜。我面無表情地鬆開手，將2名被廢去修為的黑衣刺客重重扔在正廳中央。高堂上的蘇振邦猛地站起，一旁的蘇明軒更是臉色驟變，滿眼驚駭。淵兒，你這是做什麼？蘇振邦強壓驚疑，換上長輩面孔。大伯，昨夜這2人潛入揽月閣，意圖取我性命。我冷眼看着他，將密信與玉牌置於地。他們是黑風寨暗莊，而買兇殺我正是嫡長子蘇明軒。大廳死寂，蘇明
明軒跳腳怒罵：“血口噴人！我堂堂大少爺，豈會勾結下三滥的勢力？”我冷笑一聲，指尖彈出一缕混沌之火，點燃密信，半空中頓時浮現出蘇明軒獨有的地級火靈力印記，以及黑風寨的風系圖騰。你留在信上的灵力烙印做不了假，买凶残害同族，暗通杀害我父母的仇敌，该当何罪？铁证如山，蘇明軒雙腿一軟，求助般看向蘇振邦。我冷冷注視着這位虛偽的家主，看他如何處置。按照家法，暗通外敵，當廢去靈根，逐出家門。蘇振邦臉色陰沉，算計在眼底飛速閃過。逆子！突然他大喝一聲，隔空一掌將蘇明軒扇退數步，一副痛心疾首的模樣。大少爺德行有虧，即日起批夺家族职务，禁足思过衙，任何人不得探视。我心底泛起嘲弄，如此滔天大罪，竟只輕描淡寫的禁足，将他保護起來，免受我報復。就在我準備發作之際，一股天級木系威壓瞬間籠罩大廳，在這絕對的力量面前，蘇振邦的地級修為被壓迫得連呼吸都困難。褐髮童顏的莫晨子憑空出現，他看都沒看蘇振邦，徑直走向我，眼中滿是讚賞。丫頭，我說過，青雲山困不住你。隨後他神色肅穆，我知道你父母當年戰死，並非意外，這裡面的水極深，做老夫徒弟吧，我助你查清真相，蕩平這世間不公。這幾句如驚雷劈中我內心，這些天虛與委蛇的疲憊，在這一刻找到了依靠。我沒有猶豫，跪地行大禮。師父在上，受徒兒一拜。好徒兒，起來。莫晨子朗聲大笑，大袖一揮將我托起。高堂上的蘇振邦與老夫人臉色難看至極，應是天階大能當眾收徒，意味着我脫離蘇家掌控。但面對絕對威壓，他們連大氣都不敢喘，只能眼睜睜看我隨師父離去。接下來的幾日是我過得最平靜的時光。師父不僅為我梳理混沌靈氣，更傳授正統心法，我修為一日千里，徹底鞏固在靈修初期。然而我深知，這不過是更大風暴的醞釀。這天師父外出為我尋藥引，我正在院中打坐，院門突然被粗暴踹開，蘇振邦、老夫人以及被禁足的蘇明月帶着數十名精銳護衛湧入，結成戰陣，將攬月閣圍得水泄不通。你們這是做什麼？我坐在石凳上紋絲不動。死到臨頭還裝蒜！蘇明月滿臉惡毒與嫉妒，將一疊信件砸在我腳下。你表面拜師，背地裡卻勾結黑風寨，企圖吞併蘇家。這上面字字句句都是你的筆記，還有你的混沌氣息殘留。我神識掃過信件，怒極反笑，好狠毒的計謀。自己惟妙惟肖，信紙上確實殘留着微弱的五行靈力，在不懂混沌靈根的庸人眼裡，這就是鐵證。大伯，這種拙劣的栽贓你也信？我若通敵，何須留信落人口實？放肆！老夫人重重頓了頓拐杖，物证在此，還敢狡辯？家門不幸，竟出你这叛徒！不是的，小姐沒通敌。春桃衝出來擋在我身前，小姐這幾日一直在院中修煉，你們不能冤枉好人啊！賤婢敢插嘴！蘇明月冷笑，手中長鞭毒蛇般甩向春桃面門。我眼神一寒，一指點出，銳利的金芒瞬間斬斷長鞭。蘇振邦立刻借題發揮，通敵叛族，還敢當眾傷人！眾護衛聽令，將這叛徒就地拿下，封鎖氣海。看着蘇振邦扭曲的臉，我洞悉了一切。他們根本不在乎信的真假，這只是個借口。他真正想要的是我體內的天階混沌靈根。趁師父不在，他要將我鎮壓，榨乾我的秘密。數十名護衛暴喝，靈力化作羅網當頭照下。我緩緩站起，將春桃護在身後，看着這群自私冷血的至親，我心底最後一絲顧慮徹底煙消雲散。想拿下我？我周身空氣劇烈扭曲，五色光芒在眼底瘋狂匯聚，一股比以往更狂暴的天階威壓如火山般在攬月閣蘇醒。那就看你們有沒有這個本事。就在攬月閣內劍拔弩張，那由蘇府數名高階護衛合力祭出的靈力羅網，帶着千鈞之勢，即將封鎖我周身氣海。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一道金色劍氣從天而降，如長虹貫日般，將眼前的陰霾瞬間劈碎，戰陣崩裂，漫天四散的靈力殘餘化作點點流光消散在空氣中。在那刺眼的純金光芒中，一抹月白色身影飄然落地，衣袂翻飛間，穩穩地擋在了我與蘇府那些面露驚愕的護衛之間。影視林家凌晨，蘇振邦瞳孔驟縮，下意識後退半步。林家少主的現身顯然徹底超出了他的預料。他並不知道，凌晨此前在下山執行家族試煉任務時，曾數次隱於暗處，目睹我在絕境中掙扎卻從不求饒的模樣。對他而言，一個被家族拋棄、看似毫無修為的庶女，在面對威脅和欺辱時，竟能爆發出那種求生執念與不屈火種，遠比那些
依仗天賦而驕縱的修道者，更能觸動他的精細道心。更重要的是，凌晨此番入世，不僅是為了試煉，更是奉命調查近年間世界靈力日益缺失、地脈枯竭的真相。而蘇家近來與黑風寨勾結，大肆掠奪周遭小宗門資源的舉動，早已進入了林家的視野。凌晨凌空虛抓，那疊通敵信件便落入他指尖，隨後一道破网金光拂過紙面，原本那股偽裝出的混沌氣息如冰雪消融般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股陰冷的风系邪力。他目光如電，直射缩在蘇振邦身後的蘇明月。這股屬於黑風寨的邪氣編動，與二小姐身上殘留的氣息如出一轍。蘇家主，你還要視而不見嗎？隨着他威壓的瞬間降臨，蘇明月腰間懸掛的那塊用來掩蓋邪氣的開光玉佩應聲而碎，真相大白。在凌晨這位天級強者的铁證之下，蘇振邦面色由青轉紫，只得咬牙在眾目睽睽之下，將哀嚎的蘇明月強行帶走禁足。然而蘇府門外突然響起的警報，瞬間打破了這短暫的平靜。黑風寨主眼見栽贓計劃敗露，竟親率百名邪修高手圍堵府門，揚言不交出殺害其愛徒的兇手，今日便要踏平蘇府。我站在閣前，眼底燃起了熊熊烈焰。殺害父母的仇人，終於在10年後的今天親自露面了。此戰我陪你。凌晨低聲開口，長劍清明。此時師父莫塵子亦瞬息而至，他與凌晨並肩攔下了黑風寨絕大部分精銳，為我清理出了一方只屬於我和仇敵的戰場。黑風寨主懸浮在半空，周身縈繞着邪力威壓，他那枯槁的臉上盡是獰笑。速斬那短命鬼的餘孽想死，本座就親自送你去地府。寨主狂笑一聲，揮手間數十道灰暗色的鋒刃鋪天蓋地絞殺而來。我側身瞬移，在混沌靈力的加持下快如殘影，險之又險地躲過致命一擊。黑風寨主法杖揮舞，漫天陰風化作鬼手向我衝來。我腳尖點地，身形在風暴間隙穿梭，指尖五色靈光交替閃烁，指鋒彈射间每一擊都擊碎一顆猙獰的風球。在這黑風藏天陣裡，你只有被攪碎成泥的份兒。寨主獰笑着，雙掌猛地合攏，剎那間四面八方的風壓呈幾何倍數暴增，仿佛要將我的骨骼寸寸擠斷。我緊咬牙關，強行撐開土系靈氣壁壘，卻見那灰色鋒刃如鋸齒般在壁壘上摩擦出刺耳的火星。壁壘已經開始出現裂紋，風雨之中，我的視線被塵土遮蔽，左肩猝不及防被一道邪風掃中，冰冷的死氣瘋狂鑽入經脈，帶來撕裂靈魂般的劇痛。然而這種命懸一線的緊迫感，反而激起了我骨子裡潛藏多年的血性。我的感知力達到了極致，終於捕捉到了那風眼深處黑風寨主本體的一抹虛弱波動。生死一線間，那股問出真相的強烈執念，徹底激發了混沌靈根最深層的融合潛能。風能助火，那我就燒盡你這漫天刃風！我仰天長嘯一聲，強行將體內的火靈力與木靈力在掌心暴力撞擊在一起，初步掌控的双系融合爆發出恐怖的赤青色火焰，如烈陽降世，蒸發了沿途所有邪氣鋒刃。方圓100丈的草木皆在這股衝擊下化為齧粉。黑風寨主護體罡氣粉碎，橫飛出去。我強壓下翻湧的氣血，死死鎖定那道冰死的身影。煙塵散去，原本雕梁畫棟象徵着蘇家地位的揽月閣，此刻已化作一片殘垣斷壁。焦黑的木柱在冷風中發出細微的噼啪聲，每一聲都像是對蘇家的無情嘲諷。黑風寨主頹然倒地，被火蓮轟出的深坑邊緣，渾身骨骼在剛才的衝擊下幾近寸斷，口中不斷溢出渾濁的血沫。我收斂起周身激盪的五彩靈光，一步步走向他。我右手微張，指尖吞吐着精細靈力，一柄由劍氣凝聚的長刃破空而出，穩穩地抵在了黑風寨主的咽喉之上。當年的真相到底是什麼？我居高臨下地俯視着他，不要試圖挑戰我的耐心，更不要指望蘇振邦能救你。若有半句虛言，我會讓你識海中的每一寸神魂都在混沌靈火中受盡灼燒，讓你求死不得。他知道自己已無力回天，聲音斷斷續續地招供道：10年前是蘇振邦親筆修書，暗通我黑風寨。他不僅故意截留了邊境發往帝都的800里加急增援信符，還利用蘇家秘傳的聯絡方式，親自將你父母突圍撤退的絕密路線圖送到了寨主手中。他說蘇戰功高震主，蘇家只需要一個聽話的家主，不需要什麼名震天下的戰神。每一個字狠狠地扎進我的心口，再猛力拔出。雖然心中早有千百種預感，但當這種喪心病狂
骨肉相殘的背叛真相擺在面前時，我氣得指尖都在顫抖。原來我視若長輩、百般隱忍的伯父，竟是親手將我父母推入萬丈深淵的刽子手。我猛然轉頭，目光死死定在蘇振邦的臉上。蘇振邦此刻臉色慘白如紙，在我的注視下，竟不由自主地連退3步，險些撞碎身後的汉白玉屏風。他察覺到周圍蘇家子弟投來驚疑的目光，強撐着咆哮道：休要聽信這邪修的臨死反撲！他殺我蘇家精銳，自知今日難逃一死，自然是想拉老夫下水，壞我蘇家根基。众将请令，速將這勾結外敵的刺客拿下！然而此时此刻，偌大的蘇府竟無一人敢踏前半步。凌晨手中长劍發出一聲清越的劍鳴，壓制的全場噤若寒蟬。那些平日裡耀武揚威的撫慰，此刻只覺得雙腿發軟，連抬頭的勇氣都沒有。而在我身側，師父莫塵子神色肅穆立於風中。蘇振邦，這份供詞足夠讓你在靈修界的刑堂裡坐上一輩子了。我猛地將黑風寨主拎起，混沌靈力如鎖鏈般封死他的周身氣血，隨即面向全族，聲音如驚雷傳遍了蘇府的每一個角落。從今日起，我蘇念須與蘇家徹底恩斷義絕。這骯髒腐朽、自相殘殺的門楣，我不屑再進半分。若有不服者，這揽月閣的廢墟也是爾等的下場。我轉身扶起受創未癒、滿臉淚痕的春桃，決然離去，任憑身後的蘇振邦如何瘋狂的咒罵與嘶吼。在踏出府門的那一刻，我感覺到後背有一種前所未有的輕盈感，那是束縛了我10年的家族枷鎖終於崩斷的聲音。半日後，青雲山巔，師父帶我回到了他隱居多年的洞府。凌晨並沒有離去，而是一路無聲同行。他這種身份尊貴的隱世家族少主，本不該捲入世俗的血仇，但他雙眸中卻透着一種從未有過的堅定。丫頭，莫要讓仇恨灼傷了你的本心。你父母拼死守護的，不僅僅是蘇家的所謂榮譽，還有這世間更沉重的東西。莫塵子看着我，悠悠地長嘆一聲，眼中竟是看透世事的悲憫。就在這時，一道殘影閃過，林副將，我父親當年的貼身舊部，身披殘破且布滿累累刀痕的舊甲，滿臉風霜地出現在洞府外。他神色焦灼萬分，見到我後雙膝跪地，雙手顫抖着呈上一份染血的絕密卷軸。三小姐，邊境有滔天大變，那些境外邪生正大規模集結，他們在瘋狂尋找消失已久的靈晶。根據當年蘇將軍留下的絕密行軍記錄，將軍生前最後堅守的那座无名要塞，正是灵晶本源的封印之地。将軍當年戰死，有可能是為了不讓這靈晶落入境外邪人之手啊！我猛地握緊那份密報，瞳孔驟縮，靈力缺失的真相，父母戰死的死局，蘇振邦的背叛，所有的線索在這一刻被一股宿命般的力量串聯在一起，全部匯聚到了邊境那座承載了無數英靈鮮血的要塞之中。我轉頭看向立在崖邊白衣勝雪的凌晨林少主，此去北境荒原，九死一生。你身為林家唯一的正統繼承人，承載着家族的未來，實在沒必要陪我深入這種死地。凌晨收起遙望雲海的目光，回身看向我，眼底深處藏着一抹倍感溫暖的情愫。他語氣平淡：我此番下山，除了家族試煉，便是奉命調查靈力缺失的真相。凌家古籍記載，當本源靈晶受損或被邪氣侵染，天地靈氣將徹底枯竭。你體內的混沌靈根是感应靈晶的唯一鑰匙，而你父母守護的那個要塞，或許就是查清靈力為何消散，救贖這片蒼涼大陸的關鍵。他微微點頭，繼續道：愚公，這是我的使命所在，我責無旁貸。於斯你我已是並肩作戰，共歷生死的知音，我絕不會讓你獨涉險境。真相所在，我必同往，哪怕前方是萬丈深淵，我也陪你闖一闖。我望向遠方連綿不絕的北境群山，夕陽將山脈勾勒出如巨龍騰飛般的脊梁，心中那一團復仇與尋求真相的火苗燃燒得愈發熾熱。蘇家、邪修、黑風寨，既然這世道已經如此混亂腐朽，那就讓我用這初開的混沌靈力，為父母，為自己，為這天下蒼生，生生殺出一條坦途。北境的橫風如粗礪的砂紙，視野中竟是單調的土黃色，仿佛天地間所有的生機都已被這狂風抽乾。身側凌晨在這荒漠中顯得格外清冷孤拔，宛如一柄插在廢墟上的孤劍。他背上的精細長劍正不間斷地發出清鳴，那是他作為天階靈寶對潛藏邪祟氣息最本能的排斥與警示。穿過前面那片亂石嶙峋、寸草不生的碎石灘，就是當年我父母堅守的最後防線。林副將提供的線索如同一道利刃，指向了這座被黃沙掩埋了10年的殘破要塞。那裡不僅是我父母最後
後戰死，陰魂受困之地，更深埋着足以扭轉乾坤的世界靈力本源靈晶。每靠近一步，我體內那原本沉寂的混沌靈根便像受到了某種宿命的感召，跳動得愈發急促且紊亂，仿佛要衝破胸腔的束缚，去回應地脈深處那聲声凄切，如同啼血般的哀鳴。我們馬不停蹄地趕到了邊境要塞廢墟的核心，一座隱蔽在峭壁深處的地宮藏寶洞。這裡曾是父親寧死也要堅守的最後陣地。洞內空氣陰冷入骨，牆壁上斑駁的蘇家軍防禦符文，即便過了10年，依然透着一股鐵血不屈的意志。隨着不斷深入，那種靈力本源波動強烈到讓我的經脈隱隱作痛，仿佛血管中奔湧的不再是鮮血，而是沸騰的雷霆。這裡不僅有靈晶，還潛伏着更古老、更詭譎的境外氣息。千萬小心！凌晨低聲提醒，他单手横剑擋在我身前，掌心的金芒将前方濃重的陰影壓制在丈許開外。話音未落，洞穴最深處突然噴湧出濃郁的近乎實體的黑色霧氣，數名身披古怪符文黑袍，氣息陰冷且遠超黑風寨級別的境外邪修如鬼魅般現身。他們顯然早已在此盤踞多時，甚至將此處布置成了一座巨大的血祭陷阱，守株待兔。动手献祭他們的精血，取灵晶。邪修首領語氣冰冷，如同地獄傳來的判決。剎那間，整座洞穴劇烈顫抖，無數巨石從穹頂崩塌。邪修們合力催動了一個求神死陣，地面浮現出無數血色的詛咒紋路。我身形慢了一瞬，一塊帶有封印靜置的重石從頭頂砸落，將我死死困在狹小陰冷的石縫深處，動彈不得。聂云，凌晨發出一聲驚呼，欲要回身救援，卻被邪修首領祭出的死陣纏住。3名地級邪修趁合圍之勢，利用陣法不斷壓縮他的活動空間。金色的劍芒與漆黑的霧氣在狹窄的甬道內激烈撞擊，發出陣陣令人牙酸的摩擦聲。黑暗陰冷，我被困在巨石之下，感受着外界凌晨逐漸狂暴卻難以突圍的劍氣，以及邪修們貪婪的笑聲。在這近乎絕望的困境中，我能清晰地感覺到不遠處那顆散發着微弱光芒的靈晶正發出陣陣哀哀的共鳴，仿佛在呼喚着我的力量。父母當年的遺恨，凌晨此刻的生死危機，還有這瀕臨枯竭的世界，所有的重壓如排山倒海般襲來。我死死抵住冰冷沉重的石壁，指尖由於過度用力而深深摳入岩縫，混沌靈根在體內逆向運轉，爆發出最後的光芒。想讓我蘇念淵死在這裡，憑你們這些跳梁小丑還沒這個資格！我對着無盡的黑暗發出一聲低沉而決絕的怒吼，冰冷的巨石壓迫着我的脊背，岩層表面流轉的暗紫色符文如同貪婪的螞蟥，正源源不斷地抽取着我體內的靈力。四周是死一般的寂靜，唯有石縫外不斷傳來凌晨的喘息聲，以及長劍撞擊發出的爆鳴，每一聲都牽動着我的心弦。聂渊，撑住，等我破陣。凌晨的聲音帶着少有的焦灼與沙啞，甚至能聽出一絲破音。但在那3名邪修首領合力祭出的求神死陣中，他那原本无坚不摧、足以洞穿金石的精細劍氣，此刻正被粘稠如墨的死氣层層纏繞。那些黑霧仿佛有生命一般，瘋狂蚕食着他的靈壓，令他每一寸挪動都顯得极其艱難。我雙手死命撐住那塊足以碾碎神魂的千鈞巨石，混沌靈根在近乎乾涸的經脈中發出困獸般不甘的轟鳴，壓榨着丹田內最後一絲潛能。就在我意識即將模糊之際，一陣奇異的嗡鳴從石縫深處傳來，那是被驚擾的靈晶感應到邪修的貪婪氣息，正發出微弱而純淨的自保哀鳴。那股古老神聖且帶着洪荒氣息的力量與我體內的混沌本源隔空呼應。剎那間，我的神識仿佛穿透了10年的時空迷霧，看到了父母當年在這座要塞血戰至最後一刻的身影。他們眼中沒有恐懼，只有守護這片土地的決絕。為了救他，為了真相，我絕不能在此止步，這後土關不住我！我對着黑暗發出一聲困獸般的低吼。一直以來，我的混沌靈根雖兼容萬物，卻唯獨缺少了厚重扎實的土質本源，導致五行失衡。而此刻這封印我的萬斤巨石，這生養萬物的地層，竟在絕境的壓迫下與我達成了一種奇妙的共振。那種博大沉穩的力量源源不斷地湧入我的靈根，五行相生，萬土歸位。轰然間，我體內的靈力運行路線瞬間重組，四系靈力如星旋般圍繞着新生的土系核心旋轉。在那塊巨石將我脊梁壓垮的前一秒，五行圓滿的金色神華從我每一個毛孔中迸射而出，照亮了整個昏暗的地穴。給我碎！
隨着我的一聲斷喝，那塊帶有封印之力的巨石在圓滿的五行靈壓下，竟如脆弱的瓷器般寸寸崩裂，化作漫天飛揚的粉塵。我破繭而出，恰見凌晨正陷入死局，邪修首領祭出一柄漆黑如墨的長幡，翻面晃動間，無數狰狞的鬼影裹挟着陰冷的死气，正趁着凌晨就力刚去，心力未生之際，直扑他背後的命门。尔等鼠辈，找死！我身形化作一道绚爛的五彩流光，瞬間切入戰場中心，手中灵力吞吐，凝聚出一柄融合了五行本源的燦爛長槍。一股厚重的土系勁力順着地面炸裂開來，如巨浪翻湧，強行震散那些撲向凌晨的陰寒鬼影。凌晨壓力驟減，他側身避開一道邪火，雖然未曾回頭，卻與我默契十足的背靠背立於陣中。他長劍微震，發出一聲清越的鳴響。你突破了，這種氣息是五行圓滿，該讓他們血債血償了。我冷哼一聲，長槍猛地橫掃，木系靈力化作的藤蔓屏障，將邪修合圍的玄鐵鎖鏈死死纏繞。緊接着，火系靈力順着藤蔓轟然燃起，將那些陰冷的邪力付之一炬。邪修首領見狀大駭，隨即瘋狂揮動長幡，強行抽取另外2名邪修的生命本源，將所有陰毒靈力匯聚成一顆磨盤大小的暗紫色球體，帶着毀天滅地的氣勢向我們碾壓而來。凌晨，破其精卫，封其退路！我大喝一声，双足猛地踏地，地面瞬間升起4道土牆，将戰場分割。我雙手持槍，五行之力循環往復，水系之柔化作巨大的漩渦，死死牽引並抵消住那顆暗紫色球體的衝力。隨後土系之力如萬重山岳，將其定死在半空。凌晨心領神會，整個人拔地而起，宛如一柄破空而出的絕世神劍，將全身精細靈壓匯聚於劍尖一點，狠狠刺入那邪球的核心縫隙。精細破網之力與死氣球體劇烈對撞，強烈的氣浪夾雜着五彩神光，掀飛了周圍所有的碎石。邪修首領被震得連退10餘步，面色慘白如紙。不可能！混沌靈根怎麼可能這麼快圓滿？他尖叫着試圖遁入黑霧逃走，我冷冷地看着他，眼神如看死人。我再次踏碎地面，整個人如離弦之箭衝入黑色雷霆中心。五行靈力在體外形成了一圈圓潤的防禦罩，任憑雷霆劈打，我自巋然不動。在靠近首領的一瞬，我撤去防禦，將所有的五行靈力合而為一，匯聚在槍尖一點。五行歸一，寂滅。那是超越了屬性相克，回歸混沌本初的驚世一擊。槍尖劃過虛空，留下一道久久不散的绚爛軌跡，徹底震碎了邪修首領體內的根基，將其神魂生生磨滅。最終殘餘邪修被重創潰敗，化作黑煙四散。我脫力的半跪在地上，大口喘息。凌晨穩穩地扶住我的肩膀，目光複雜卻溫柔。而在我們面前，那顆被洗去污垢、通體晶瑩的靈晶，終於在徹底甦醒中綻放出柔和而聖潔的光芒，照亮了通往真相的道路。洞穴深處的轟鳴聲漸漸平息，原本充斥其間的戾氣在五行圓滿的靈壓下徹底瓦解。我半跪在微涼的石地上，五彩長槍化作點點熒光回歸體內，每一次呼吸都牽動着經脈傳來的虛弱感，卻又透着一種前所未有的通透，仿佛這具軀殼終於在這場死鬥中褪去了凡胎的枷鎖。念淵，看！凌晨聲音在我耳畔響起，帶着一絲寬慰。他伸手托住我的手肘，掌心的溫熱透過衣袖傳來，借力讓我站穩了身形。順着他的目光看去，那顆懸浮在祭壇中心的靈晶正發生着驚人的變化。原本厚重的暗紫色封印層如乾裂的泥殼般剝落，露出了晶瑩剔透，宛如9天星辰凝聚的核心。那是天地間最純粹的生機。隨着我體內五行本源的共鳴，靈晶散發出一圈又一圈柔和的淡金色漣漪。這漣漪掠過洞穴嶙峋的石壁，掠過那些枯萎百年的地衣，所過之處，原本死寂的岩縫中竟奇蹟般地鑽出了嫩綠的芽苞，在怪石間點綴出點點微光。這種生命力讓原本陰森的要塞廢墟在這一刻竟顯出幾分神聖的莊嚴。這才是他原本的樣子，也是我父母用意守護的真相。我輕聲呢喃，受某種宿命的牽引，不由自主地伸出手。當指尖觸碰到靈晶的一剎那，一股浩瀚如煙海，卻又溫柔如母親懷抱的神石，順着指尖轟然湧入我的識海。在那幻境般的流光中，我跨越了10年的時空，斜陽如血浸染了整片荒原。父親蘇戰滿身戰痕，卻依舊挺拔如松，手中的重劍斜插在靈晶守護陣的核心，以一人之力抵擋着如潮水般湧来的邪修。在他身後，母親臉色蒼白，正全力燃燒生命精華來維持結界的穩定。那一刻，蘇振邦為了權位，在最關鍵的時刻調走了所有的援軍。父親在臨終前，眼中並非只有憤怒，更多的是一種釋然。他對着顫動的靈晶低語：
若有一日蘇家後辈中有人能成此因果，便讓这灵晶隨他而去。这世间不该只有一种生命，真相終會大白。母親則溫柔地將一縷神念封印其中，那是跨越生死留給我的囑託。淵兒，若你開啟此物，說明你已足夠強大，不要被仇恨囚禁，去看看這廣闊的世界，保護好它，也保護好你自己。我緊緊閉上眼，任由滾燙的淚水劃過臉頰，砸在冰冷的祭壇上。原來你們從未怪過任何人，你們只是在等一個能帶他走的人。我感受着石海中那溫暖的撫慰，那股一直纏繞在心頭的暴戾之氣，在這一刻被徹底淨化。復仇的火焰雖然熄滅了，但另一種更宏大的意志在我心中悄然生根，那是對這片土地、對真相的守護之責。凌晨靜靜地站在我身後，他沒有出聲打擾這份跨越10年的重逢，只是默默地釋放出銳利而沉穩的精細靈力，為我撐起一片絕對安全的領域。他那背負長劍的身影，在這清冷的洞穴中，竟顯得如此頂天立地，讓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心安。片刻後，灵晶的光芒收斂，化作一顆拳頭大小、流轉着五彩光暈的寶珠，輕巧地落入我的掌心。隨着靈晶的收容，整座邊境要塞的廢墟仿佛重新煥發了神韻，那已經乾涸的地脈開始泛起微弱的靈氣潮汐。拿到了。凌晨走上前來，目光掃過我微紅的眼眶，聲音放柔了幾分。不僅是靈晶，還有你心中的答案。我收起灵晶，轉頭看向他，眼神變得無比清澈堅定。凌晨，我明白了，蘇家和黑風寨的恩怨只是表象，背後的黑手是那些躲在暗處企圖掠奪世界本源的境外邪修。他們想讓這個世界徹底枯竭，我們要做的遠比復仇更艱難。凌晨微微點頭，手中長劍發出一聲清越的鳴響，似在回應我的戰意。我凌家的探查也指向了同一個地方，靈晶只是開始，這些邪修的真正巢穴位於極北的寒荒之地，那裡還有更多被囚禁的本源等着被解救。我們要走的路還很長。我深吸一口氣，那便走吧。我對着他伸出手，嘴角露出一抹釋然且自信的笑意。師父還在等着我們，這世間的公道也還在等我們去一一清算。從今日起，我不再是那個只為復仇而活的蘇念淵。凌晨微微一怔，清冷的眉眼間竟也化開一抹淡淡的柔情。他沒有遲疑，伸出寬大有力的手掌，穩穩地握住了我的指尖。兩人的手心皆有長期握劍留下的薄繭，卻在這一刻傳遞着最堅實的信任與溫度，仿佛這一握便定下了生死盟約。我們並肩走出昏暗的洞穴，外面的荒原已不再只有肅殺的狂風，在朝陽的映照下，遠處的沙脊上隱約可見幾抹倔強的綠意正在萌發，那是乾涸了10年的地脈重新煥發生機的證明。下一站去哪？去掃平所有的黑暗。聲音清脆如劍鳴，五行圓滿，混沌初開。我蘇念淵的復仇之路已經終結，但屬於這片天地的守護之旅才剛剛拉開序幕。晨光中，兩道挺拔的身影並肩而行，漸行漸遠。他們不再是孤獨的行者，而是彼此最堅強的後盾。北境荒原的冷風中透出了一絲久違的暖意。我與凌晨並肩，正向着極北的方向前行。而就在這一刻，異變突生，我掌心中的靈晶突然發出一聲高亢的長鳴，一道粗壯無比的純白光柱衝天而起，直入雲霄。這股本源氣息，如同在平靜的湖面投下了一顆巨石，引起了整個靈修界劇烈的震盪。小心！凌晨清冷的聲音中透出一絲罕見的凝重，他猛地拉住我的手腕，將我護在身後。天空中原本被晨曦染紅的雲層毫無徵兆地翻滾扭曲起來，化作一片壓抑的暗金色。緊接着，無數道如同天罰般的雷音在天際炸響，震得整個荒原瑟瑟發抖。伴隨着雷音，數百道散發着凜然威壓的旌旗卷軸如同暴雨般從雲端砸落，懸浮在半空之中。卷軸徐徐展開，一個個巨大的金色字符如同烙鐵般烙印在天幕之上，那是代表着中原正道最高權威的天道誅殺令。一道威嚴浩大卻透着股高高在上冷漠的蒼老聲音穿透了千萬里的空間，在荒原上空隆隆回盪。妖女蘇念淵已被境外邪祟夺舍，此女盗取維持天下气運之本源靈晶，企圖顛覆天道，毀滅靈修界。凡我正道修士，皆有誅殺此魔之責。奪回靈晶者，上天階功法，封為天道盟上賓。這番顛倒黑白的宣告，字字誅心。我氣急反笑，仰頭看着那滿天虛偽的金色符文，心底的怒火如火山般噴湧。好一個名門正派，好一個天道聯盟！他們非但不承認我淨化了靈晶，反而倒打一耙，將我釘死在邪魔外道的恥辱柱上。他們真正害怕的根本不是什麼世界毀滅，而是我手中的靈晶會打破他們對天下靈氣的絕對壟斷。
杀令下達的那一刻起，前往極北的道路便化作了一場漫長而令人窒息的大逃殺。北境的風雪越發狂暴，呜咽的寒風中，幾乎每隔數個時辰就會夾雜着各色法寶破空的尖啸與凌厲轟炸的雷音。在這舉世皆敵的絕境中，我們唯有以戰止戰。然而在金錢與大義的蠱惑下，敵人的數量實在太多了，仿佛永遠殺不完的螻蟻。就在我剛刚施展五行火莲，震退前方數百名結陣的修士時，2道刁鑽陰毒的暗器帶着破空尖嘯直取我的視覺死角。那是2枚淬了化灵散的透骨钉，釋放者竟是隱匿在暗處的一名正道名宿。千鈞一髮之際，一聲龍吟般的劍啸撕裂長空，一抹纯白的身影如同瞬移般擋在了我的身側。凌晨手中长劍挽出一朵绚爛的金劍花，那2枚阴毒的暗器被精準地擊成齑粉。凌晨少主，暗处那名偷袭未果的正道名宿終於現身，他身後還跟着幾位声名顯赫的宗門長老。他們看着凌晨，眼中滿是不可置信，大声呵斥道：“你乃尹谢凌家最为耀眼的继承人，身负家族100年荣光与浩然正气，如今怎可自甘堕落，与这盗取本源、祸亂天下的妖女為伍？還不速速迷途知返！隨我等一同將他鎮壓！”這番大義凜然的道德綁架，在冰冷的雪原上回盪，企圖用家族與名譽的重擔壓垮凌晨的脊梁。我握緊了雙拳，呼吸微微一滯。尹氏家族的聲譽，對他們這些傳承千年的子弟而言，往往比性命還要重。然而凌晨連一絲猶豫都沒有，他背脊挺拔如松，手中長劍緩緩平舉，直指那幾位高高在上的正道名宿。他那清冷的眼眸中燃燒着比極北風雪還要冷冽的寒芒。什麼是正，什麼是邪？你們滿口浩然正氣，卻在這裡做着暗箭傷人的鼠輩勾當。你們高舉天道誅殺令，卻對靈晶被淨化後天地生機視而不見。凌晨的聲音不大，卻震盪着每一個人的識海。我凌晨的劍不敬虛偽的天道，直斬心中魍魉。今日他要去極北，我便陪他去，誰敢攔他半步，便是我的生死仇敵。他猛地一揮長劍，一道長達數十丈的恐怖金色劍氣在雪原上劃出一道深不見底的鴻溝，將我們與那些正道修士徹底隔開。字字鏗鏘如金石質地，這決絕的宣告讓在場的所有正道修士臉色煞白，再無人敢上前一步。我轉過頭，看着身旁這個白衣如雪的男子，在舉世皆敵的絕境中，他那具護持比世間任何陣法都要堅不可摧。兩人目光交匯，沒有多餘的言語，卻在彼此眼中看到足以生死相托的信任。走吧。我收起周身激盪的靈力，與他背靠着背，在那些正道修士敬畏又忌憚的目光中，踏過了那道劍痕。然而我們心裡都很清楚，這些零星的伏擊不過是開胃菜。在越過這片雪原的盡頭，那座號稱極北最後天險的斷魂峽上，真正集結了天下正道巔峰力量的死局正張開着血盆大口。極北之地前的最後一道天險斷魂峽，終於猶如一頭盤踞在冰原盡頭的洪荒巨獸，赫然出現在我們眼前。這裡的風不再是單純的冷，而是帶着撕裂神魂的恐怖罡風。兩臂是光滑如鏡、高聳入雲的萬丈絕壁，深不見底的峽谷深淵中，終年翻滾着灰暗的瘴氣。連接這道天塹的，唯有一條粗壯的漆黑鐵索橋。狂風呼嘯穿過峽谷，吹得那條鐵索劇烈搖晃，發出令人牙酸的刺耳金屬摩擦聲。這聲音在空曠的冰原上回盪，仿佛是某種死亡的倒計時。然而，當我們踏上峽谷邊緣的那一刻，肆虐的罡風卻詭異地靜止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種令人連呼吸都要停滯的死寂，沒有絲毫預兆。斷魂峽對岸兩側絕壁之上，乃至我們身後的茫茫雪原，瞬間亮起了漫山遍野的刺目靈光。成千上萬柄飛劍升空，密密麻麻的各色陣旗迎風招展。上萬名身披正道各派道袍的精銳修士，如同潮水般將這原本就險峻異常的斷魂峽圍了個水泄不通，天羅地網，插翅難逃。這絕不是什麼臨時起意的圍剿，而是一場蓄謀已久、傾盡天下正道之力的必殺之舉。蒼穹之上，原本厚重的積雲被3道刺目的金色光柱強行撕裂，在萬眾頂禮膜拜的狂熱呼喊聲中，3尊高達100丈的金色法相在雲端緩緩凝聚。3位褐髮童顏、宛若神明般的正道太上長老高高懸浮於半空，以一種俯瞰螻蟻般的漠然姿態，死死鎖定了鐵索橋前的我和凌晨。其中居中那人，我雖然從未見過，但卻在查閱父母絕密卷宗時，深深記住了他留在信符上的靈力烙印。他正是當年暗中扶持蘇振邦上位、截留邊境求援星、掌控中原靈脈調度權的幕後黑手天道盟大長老玄機子。宗孽冤！玄機子緩緩開口，聲音猶如9天雷霆，震得整個斷魂峽嗡嗡作響。你父母當年為我正道戰死沙場，也算一門忠烈，可惜你這後輩卻心術不正，自
甘堕落，被境外邪祟夺舍，竟妄图盗走维繫天下苍生运势的世界本源。他高高在上地俯视着我，语气中透着极具蛊惑性的伪善。上天有好生之德，我等念在你年幼无知的份上，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交出灵晶，自废浑身妖法灵根，以谢天下。老夫做主，保你神魂不灭。我听着这满口的仁义道德，心底泛起一阵强烈的反胃。他们要的根本不是天下苍生的安宁，他们只是想兵不血刃地拿走灵晶，再将我这个变数彻底抹杀。我若说不呢？我直视天际的金色法相，声音清冷，没有丝毫退让。冥顽不灵，那就休怪天道无情。玄机子脸上的慈悲瞬间化作了冰冷的杀机。话音落下的刹那，3位太上长老同时出手，那不是普通的灵力攻击，而是超越了天地法则的恐怖压制，半步化神境的威压。这股集结了正道联盟最巅峰力量的威压，如同10万大山轰然砸下。我脚下的冻土瞬间崩塌下线数尺，橫跨天堑的那条漆黑鐵索更是發出極其淒厲的悲鳴，仿佛下一秒就要被這股恐怖的力量生生扯斷。我體表那生生不息的5行防禦罩，在這絕對的境界碾壓下開始劇烈扭曲，表面浮現出密密麻麻的龜裂紋路。我拼命催動混沌靈根，卻依然無法完全抵禦這股毀天滅地的力量。右心猛地一彎，磕在了堅硬的岩石上。身旁凌晨的情況同樣不容樂觀，他引以為傲的天際精細劍意被這股浩大的威壓死死封鎖在周身3尺之內，長劍劇烈震顫。他為了幫我分擔壓力，強行挺直了脊梁，嘴角卻抑制不住的溢出了一絲觸目驚心的殷紅。看到了嗎？這就叫螳臂當車。圍困在四周的正道修士中爆發出肆無忌憚的嘲笑聲，不知是誰在人群中高喊了一句：廢物就是廢物，就算靠着邪門歪道強行拿到了修為，在真正的天道大能面前，依然是不堪一擊的螻蟻。沒錯，他就是蘇家100年來最大的恥辱，今日便讓他徹底灰飛煙滅。謾罵聲、嘲笑聲如同海嘯般從四面八方湧來，混合着頭頂那足以碾碎靈魂的恐怖威壓，企圖將我的意志徹底擊垮。在這萬眾唾棄、舉世皆敵的絕境之中，我仿佛成了一座孤島，隨時會被這片虛偽的汪洋吞噬。玄機子高懸於天，看着被迫單膝跪地的我，嘴角勾起一抹滿意的冷笑，如同在欣賞一隻垂死的獵物。妖女，在絕對的天道面前，你的任何掙扎都是徒勞的，認命吧。狂風夾雜着冰雪，狠狠抽打在我的臉頰上。我低垂着頭，看着膝下因為靈壓震懾而不斷龜裂的岩石，聽着周圍那些自詡正義的審判。認命！這世間若真有天道，怎會讓忠烈慘死絕命谷？怎會讓這些滿口仁義的竊賊告錯名堂？如果這就是他們口中不可撼動的天道，那我今日便要將這天道徹底撕個粉碎！在所有人以為我即將被這無上威壓碾碎、徹底屈服的瞬間，一陣充滿譏諷的笑聲從我的唇邊溢出。妖女，死到臨頭，你笑什麼？半空中的玄機子怒喝一聲，金色法相周身的威壓再次暴漲。我笑你們這群披着人皮的惡鬼，演戲演的連自己都信了。我猛地抬起頭，那雙原本漆黑的眼眸中，此刻五色流光瘋狂交織。在全場上萬人不可置信的目光中，我迎着那半步化神境的恐怖重壓，一寸一寸地站直了身體，渾身的骨骼發出爆鳴，但我卻沒有再彎下哪怕半寸脊梁。凌晨，為我護法三息！我大喝一聲，右手猛然翻轉，將那顆流轉着五彩光暈的拳頭大小的靈晶高高托舉入空。不好，阻止他！玄機子雖然不知道我要做什麼，但看到靈晶的瞬間，他眼底閃過一絲本能的極度驚恐。3隻巨大的金色法則巨手轟然抓下，企圖將我和靈晶一同碾碎。凌晨沒有退避，他一聲長嘯，竟燃燒了本源劍氣，化作一道擎天劍柱，生生頂住了那3隻巨手下墜的勢頭。而這3息足夠了，我徹底放開了的心智，將天極混沌靈根作為溝通天地的橋梁，引導着體內最純淨的5行本源，瘋狂注入掌心的靈晶之中。一聲悠遠的奇異共鳴聲在所有人的識海深處炸響，下一瞬靈晶爆發出一輪耀眼神芒，如同一場無形的海嘯，瞬間吞沒了整個斷魂峽，掠過了在場的每一名修士，直衝天際的那3尊巨大法相。這是世界本源的照妖神光，擁有絕對的破妄與淨化之效。神芒掃過的瞬間，半空中突然傳來玄機子等人的慘叫。在全場上萬名正道修士驚駭欲絕的目光中，那3尊原本神聖莊嚴的金色法相，在純白神光的照耀下，如同烈日下的殘雪，開始瘋狂融化剝落，畫皮褪去，剝落的金色外殼下，竟然升騰起滾滾如墨的腐朽黑霧。
玄機子等人原本仙风道骨的躯體上爬滿了狰狞的黑色皺紋，他們的經脈裡流淌的根本不是什麼浩然正氣，而是陰冷的死氣。那是與黑風寨邪修如出一辙，靠着卑劣手段掠夺他人灵根才积攒下來的惡毒力量。邪气？太上长老身上怎么会有邪气？那是极北邪修的专属功法，难道大长老他们才是真正的邪修？铁索桥前，上万名原本气势汹汹的正道精锐瞬間石化，无数人手中的飞剑当啷落地，阵旗倒伏。他们看着天空中那些被神光逼出原形的领袖，信仰在这一刻轰然崩塌。一群欺世盗名的老狗，也敢妄称天道！趁着玄机子等人在净化神光中灵力反噬，法相崩溃的瞬间，我一跃而起，化作一道绚爛的五彩流光，直冲雲霄。我雙手虛握，金木水火土五股本源之力在掌心瘋狂壓縮融合，最終化作一柄暗金色，仿佛能吞噬一切光芒的鋒銳長槍。五行歸一，寂滅。我握緊長槍，對着玄機子的法相核心狠狠擲出，寂滅長槍化作一道流光，瞬間洞穿了玄機子那千瘡百孔的黑暗法相。那股靠着无數無辜者的生命堆砌起來的虛假修為，在五行歸一的純粹打擊下，如同被戳破的膿包般徹底炸裂。玄機子的法相化作漫天黑金相間的碎屑，消散在罡風之中。他本人則發出一聲絕望的哀鳴，周身氣血盡廢，靈力徹底枯竭，如同一塊毫無生氣的破布般從雲端重重跌落，砸入深不見底的斷魂峽谷。另外2名太上長老見狀，嚇得肝膽俱裂，哪還顧得上手下的死活，化作2團黑霧，便要拼死逃遁。我沒有去追，只是緩緩從半空落下，穩穩地站在了懸崖邊緣，手中長槍消散。我冷眼俯視着下方那上萬名已經喪失了所有戰意、瑟瑟發抖的正道修士，聲音清冷如霜，卻清晰地傳遍峽谷的每一個角落。真正的邪祟，原來一直端坐在你們正道的高堂之上。全場死寂，除了呼嘯的風聲，再無人敢發出一絲聲響。那些曾經用最惡毒言語咒罵我的修士，此刻紛紛低下了頭，連與我對視的勇氣都沒有。我轉身看向收起長劍的凌晨，我們相視一笑，所有的默契與信任皆在不言之中。在萬眾敬畏的目光注視下，我們並肩踏上了那座搖搖欲墜的鐵索橋。前方的極北寒荒之地，風雪依舊肆虐，但在我們的眼中，那不再是不可逾越的死地，因為阻擋在真相面前的最後一塊遮羞布已經被徹底撕碎，屬於這片天地的救贖之旅才剛剛開始。